大家，我是简简。这支影片大家敲碗非常久了，那就是要跟你们分享我是如何准备考雅思的。如标题所示，雅思满分是9分，我当初考了8.5分，详细的分数是听力8.5，阅读9分，写作7.5，口说8.5，平均下来是8.5分。首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我当初为什么要考雅思。那时候大4的我在申请交换计划，所以需要英文成绩证明。虽然说我都有金色证书，但是因为大部分欧美学校还是看雅思或托福，所以才考的。那至于为什么考雅思而不是托福呢？是因为托福的口说是长达45到60秒的录音档。那因为我个人比较擅长面对面与人交谈，所以就选择有考试官的雅思。那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要先跟大家补充说明一下我自己的学习历程。我小时候是在美国加州出生，然后到6岁才回台湾。回台湾之后继续念双语国小，那到国中的时候才念公立国中，但有持续跟外国家教练口说。高中念新竹女中的时候背了蛮多单字，那时候的杂志教材真的很难，没有认真念会考30几分那种地步。我觉得我应该就是在这段期间比较认真，在好好念英文，然后增加了自己的词汇量。大学我念台科的时候，初阶跟高阶英文12学分，我申请全面。唯一有刻意接触英文的时候，是我自己接家教的那一阵子。那我那时候的家教是接国3跟高3的1对1家教，后来我自己考完雅思才有在接专攻雅思的家教课程。好，所以 first things first， 我必须承认，我小时候的经历的确是我后来考英文的一大优势之一。再加上我一直都是对欧美文化比较有兴趣，所以生活的周遭真的充满很多英文。我听的歌啊、看的书、看的剧、看的电影几乎都是英文的，所以我本来的基础就不差。但是不管英文再怎么好，考试还是要好好准备的。我当初准备考雅思的时候，其实时间没有到很多，所以准备的方式没有到非常扎实。但是我后来自己接了家教之后，就有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准备系统，所以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那我们就进入正题吧 ，Let's go。好，那一开始我们先来带过雅思的考试内容。雅思的考试是考几乎一整天的，早上连续考听力、阅读、写作，然后中间休息一阵子再考口说。那每个人的口说时程会不太一样，毕竟考官也有限，没办法一次考完所有考生。我那时候大约是8点多入场，然后9点开始考，12点才考完听读写。那下午1、2点考口说。听力的部分总共有4组对话，然后40道题目，考试时间是30分钟。那阅读的部分有3个部分，40道题目，考试时间是60分钟。那写作的部分分 Task 1 和 Task 2，考试时间也是60分钟。那口说的部分分成 Task 1, Task 2 and Task 3，考试时间是11到14分钟不等，所以整场考试时间大概是2小时45分钟，也就是快3个小时。考听读写的期间是没有中间休息的，所以如果你中间想要上厕所的话，会减少自己作答的时间哦。所以去考雅思的时候，千万要做好时间分配，不然就是不要喝水，不要尿尿。那我自己当初是憋到阅读写完冲去上，然后回来还有一些时间才交卷的，那交卷后再开始考作文。那我自己觉得这样是一个蛮好的作战方式。我考试的时候，旁边的另一个考生，他就是到写作的部分才去上厕所的。那我就感觉到他回来的时候非常慌张，因为时间可能有点不够，会写不完。那在进入每个部分的详细介绍之前，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我推荐的教材。我觉得这个教材很适合没有要补习、要自己念雅思的人。我自己用了这一整套来准备考雅思的。我考完雅思之后，就把这一组参考书卖给我的学生，然后后来继续把它当教材使用。这个教材的优点在于：1，它会循序渐进的帮你练习；2，它甚至有帮你规划好读书计划。除了帮你分析题型的类型之外，还有很多练习题，然后最重要的是，它有非常多的小撇步跟公式，可以帮助你在考试上的得分率更高。所以如果不知道怎么选参考书的话，我很推荐这一套 ，Not sponsored。但除了听说读写的参考书之外，还是建议大家买一些题本来做练习。那我那时候买的牌子是这个。刷这种题本的主要功用是要帮助你熟悉考试的模式跟时间长度这样。Part 1 听力的部分，再复习一下。听力总共分4组对话，考试时间30分钟。然后 Section 1 to 4分别是：1日常主题的2人对话；2日常主题的独白；3学术环境下的2到4人对话；
4. 学术环境下的独白。题型包含选择、填空、完成表格等等的。题型详细来看的话，就是 multiple choice, note or form completion, table completion, sentence, summary, flowchart, diagram completion, matching, map, plan, diagram, labeling, or short answer。 所以其实题型真的非常多元，唯一可以真的好好准备的方式就是多练习各种题型，然后去了解他们的模式跟架构。所以买教材很重要，不要觉得自己刷题目就可以考高分。好，那以下就是我要给你们的小撇步。小撇步1，因为对话内容都是英式、澳式和美式口音来进行的，所以我认为听力其实最重要的准备方式是加强自己对各种口音的熟悉度。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就是对美式口音应该比较熟悉一点，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来讲，我建议大家去搜寻 British or Australian TED Talks 来听。虽然说考试内容都是比较口语的对白，但透过像 TED Talk 的演讲也是能练到这个部分。第2点，听力包含单字拼写，这一点真的非常难，因为常常会漏听啊，或是遇到完全没有听过的单字就会有点困扰，所以除了要加强听力之外，还需要增广自己的单字量。不过也有一个可以解决单字量不足的方式，但要在短时间内把它练起来，我觉得有一点困难。美国教育系统里面有教一种自然发音系统叫 Phonics， 通常是教小朋友理解各种单字组合的发音。我小时候就是把这个自然发音系统变成我内建的能力，所以相反的，我完全不会 KK 音标，我看不懂。这个发音系统的好处在于，当我看到不认识的单字的时候，我可以很容易的念出来，并且发音正确。另一点是，当我遇到我没有听过的单字的时候，我通常还是拼得出来。所以其实我自己在考雅思听力的时候，我遇到了3个完全没听过的单字，然后需要拼写出来。所以我那时候只好用自己的 phonics 来瞎猜乱拼，但后来我考完之后回去查了一下，都有拼对。虽然说也需要一点运气，但我觉得 phonics 真的可以解决这部分的问题。好，第3点，雅思的听力有个很人性化的优点，那就是题目是完全依照音档的顺序来去问的，所以在填写答案的时候不需要回头看前面的题目。On the other hand， 当你在考试的时候以为还在第2题，但其实已经播到第3题的时候，你就差赛了，你只能用猜的了。好，第4点，雅思的听力通常会在开始播放之前给你一些时间看题目。当你在看题目的时候，就要有做好心理准备去猜测等一下会听到怎么样的对话。当你扫完题目已经做好心理准备的时候，你就更容易去找到正确的答案来回答题目。好，听力的部分大概就这样，题目的内容我就不详细描述了，建议大家还是要买个参考书来看一下。Part 2， 阅读的部分 Reading 总共有3篇文章跟40道题目，一个文章大概会问13到14题左右，考试时间是60分钟，所以分配方式可以是说一篇文章20分钟这样。题型包含选择、填空、完成表格等类型，文章都偏长，通常会是从专业杂志里面揭露出来的学术文章，例如科学杂志里面所介绍的 Nocturnal Animals or 介绍美国原住民史的长篇文章。小撇步1，阅读考试方式就是必须先看题目，接着再快速阅读整篇文章，去了解内文的同时寻找题目的答案。第2点，遇到不认识的单字的时候没关系，你就先跳过去了解前后文，然后了解整篇文章在讲什么即可。第3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强自己的阅读速度，那这部分只能靠多训练多练习来加强。好，那我在这边分享一下我自己对阅读部分的心得，那就是其实我觉得文章都很有趣，因为文章内容都很知识型，所以可以学到一些蛮有趣的冷知识。那当我 totally immersed into 那个 topic 的时候，我其实真的就可以吸收它到底在讲什么，那回答问题的时候就会更快速。另外一个我压力会比较小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考阅读的时候，检查时是最能有把握的一科，因为你能从文章里面找到证据，去证明自己选择的答案没有错。反正阅读的准备方式就是多读，加强速度。
Part 3 写作的部分，我个人认为写作是考雅思最需要准备的一个 part， 因为就算你文笔很好，也不一定适合雅思的考试模式和内容，所以还是要熟悉题目类型跟多多练习。Task 1是概述图表、表格等视觉资料内容，然后字数低标是150字。Task 2比较像客观分析的长文写作，字数低标250字。还有另一个重点是 Task 2的分数比例比 Task 1高。好，那以下我会分别讲述 Task 1跟 Task 2的准备方式。Task 1的题型都是数据类型的，有 bar graph、line graph、pie chart、tables、maps and diagrams， 主要是看考生的学术分析能力。要以非常客观的角度去分析数据资料，并且得出结论。这种数据题目的篇幅不能太长，所以考生必须要言简意赅的描述图表整体趋势啊，归纳资料并分析重点数据。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要去熟悉一些可以描述图表的动词或是形容词，比如说increase 啊 decrease 啊 reach the peak fell to a low point 等。形容词的部分可能就有 rapidly dramatically gradually slightly etc。 另外 fractions 也就是分数，或是 proportions 也就是比例相关的词也很重要，所以真的要加强这方面的词汇量。那其实这类题型的准备方式都大同小异，可以用同一种公式来写，这样一来你写作的时候会比较有规划，而且可以写出一个比较清楚的文章架构。基本上公式就是 introduction and then body and conclusion。 introduction 的部分可能就是用一句话来大概描述这个图表在做什么就好了。 For example, this graph shows the population of Taiwan throughout the years of 2010 to 2020， 这样就好了，这样就算第一段。再来是比较详细的说明，也就是整篇文章的 body。 进入这边的时候就必须要详细的描述表格里面的数据变化啊，或是数据间的比较等等。最后是 conclusion， 为整篇作文下一个结论。 For example, the population in Taiwan throughout the years has increased in general but has started to decline in 2019， 大概是这样。总之 Task 1的表格都是非常科学的数据，比如说人口比例啊、人口年龄、欧洲 GDP、某国近年来的年收入变化等等的，所以必须要理性的分析跟清楚的表达，就可以得到高分。下一个部分也就是 Task 2， 就是申论题，主要是要看考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针对不同社会现象或是议题做分析。Task 2的题型常常会需要分析2个观点，那再加上时间限制的关系，会建议字数控制在250到300，这样就好。要用精简的句子来表达你的观点。跟 Task 1一样， Task 2有固定的公式可以去 tackle 所有类型的题目。题目的类型总共有5种， agree and disagree, both views,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ause or problem and their solutions， 还有最后的 two-part questions。 公式的部分其实一样，就是 introduction, body and conclusion。 比较不一样的是，这边的 body 会再细分成2段去描述2种观点。我个人觉得 Task 2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不能掺杂任何 personal 观点或意见，尽量要以客观的方式来分析，然后做申论。好，总结一下，其实写作就是要多多熟悉公式。我刚刚讲的公式其实非常大概，就是 introduction, body and conclusion， 但是其实针对每一种题型，很多参考书都会建议你怎么写会比较好。也就是说要去熟悉各类表格跟题型的阅读跟分析。当然文法是基本盘，不能有文法错误，然后使用高阶英文单字也会比较加分。最后一个 part， 也就是口说 speaking 的部分。我想这个应该是大家最害怕的吧，毕竟要跟一个外国考官用英文对话超过10分钟，的确是蛮恐怖的。不过我觉得考口说最大的秘诀就是要放轻松，真的就是放轻松，仿佛在跟一个善于聆听的人聊天啊，或是表达自己对事情的看法。那在开始考试之前，记得跟考官稍微打声招呼，简单的说个 Hi, how are you 就好了。接着考官会跟你确认姓名和核对护照。好，那我要正式来跟你们分享我的小 paper。那以下我也是分 Task 1 to Task 3来一点一点的分析。好， Task 1的部分是日常题材的2人对话，内容可能是工作啊、家庭生活或是个人兴趣相关的，真的有点像是考官在认识新朋友的感觉。这部分就是放轻松，好好讲清楚，让他大概认识你就好。那对话内容可能就会有点像这样，考官会问你说Where are you from? Where is your hometown? 那你就可以回答说I'm from 新竹 I'm from Taipei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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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那他可能就会接着问你说 What do you like about it?
当你回答之后，他再问一题说 What do you not like about it？ 类似这样。好，那 Task 2的话就会比较不一样一点，因为它是一个1到2分钟的独白，考官会发给你一个题目，然后给你1分钟的时间去准备，还会提供纸笔让你做笔记。那我觉得这一点蛮贴心的，因为你可以同时厘清自己的思绪，然后加强记忆。内容的话，通常会是请你分享一个故事，或是针对某个事件或议题去分享你的看法。通常也会要求仔细描述一些特别的点，比如说我那时候拿到的题目就是请我分享一个 road trip 经验，那是跟谁、什么时候去的，好玩吗？以后还会不会想要做类似的活动？纸上会有明确的指示，让你去建构这样的独白。也就是说，想好答案之后，把句子连贯起来变成一个故事即可。那我当时候的回答可能就会像这样 ：I've been on a lot of road trips before, but there's a specific one that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It was in the summer of 2019. I went to Keelung with one of my friends on a scooter rather than a car. We went to one of the beaches in Keelung and it was so pretty. The water was also really cool compared to the weather in Taiwan, which is scorching hot. It was so refreshing and we had a really, really good time. It was super relaxing.I definitely recommend my family and friends to go to Keelung someday, and I might go there again someday too. 我其实觉得口说如果非常口语化应该也没关系，因为我那时候考试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讲，常常会有一些没有必要出现的语助词，但我在猜只要你的表达能力够好的话，考官也是可以认可的。最后进入口说 Task 3的部分，会花4到5分钟的时间延续 Task 2的内容，考试官会将重点放在 Task 2的主题跟你的发言内容去进行双向的讨论。我那时候 Task 3就被问一些跟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和碳排放相关的问题，可能是扣合汽车 road trip 这个部分。那分享一下我那时候考试的一个小故事。那时候考官在问我比较像跟环保相关的问题，针对汽车碳排放过多，我有什么样的看法？这样，我那时候这样回答他，世界上碳排放量最高的其实是畜牧业，因为牛很会放屁。这个考官直接大笑，我超级尴尬。不过我在猜他应该蛮喜欢我的吧，因为最后分数蛮甜的。好，那分别讲完 Task 1到 Task 3的内容之后，来分享一下我自己在口说方面的准备方式。我自己那时候身边刚好有一位美国人朋友，所以讲英文的频率比较高一点。不过如果身边没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可以跟也要考雅思的朋友一起练口说，就是日常的对话就用英文来讲。但其实我觉得最有帮助的练习方式是自言自语，同时搭配录音。网络上有人在卖那种练雅思口说的档案，没有很贵，所以我蛮推荐大家买来自己练习。不过教材里面其实也有练习啦，所以看你们。我那时候常常一个人看着这些题目，然后问自己问题，最后再回答自己。这样的练习方式可以说是在为 Task 1 and Task 3做准备。那 Task 2的部分，我通常都是用比较渐进式的方式来教学生。首先看完 Task 2独白的题目之后，把你想回答的内容写成一篇作文，最后再拿整篇作文出来念，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来建立说话内容的架构。那当你对前面的练习已经比较有自信的时候，就可以进入第二种练习方式，那就是没有文稿的形式，然后直接讲1到2分钟的故事。这个时候要记得录音，然后重播回去听，分析自己的问题点。比如说句子间间隔太久，或者说常常会有一些没有必要出现的语助词啊，或者声音太过于平淡，这种时候就可以提醒自己更抑扬顿挫一点。其实我觉得声音太平应该是所有台湾学生最大的问题点，原因是因为中文是一个说话时嘴巴不需要太开的语言，但英文却是一个非常需要脸部表情来加持的语言，因此在说英文的时候要记得提醒自己某些地方可以加一些重音啊，或是句尾可以上扬一点或是下降一点等等的。好 ，for example， 我这样说 ：Hi, my name is Claire. I studied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And I majored in graphic design. 那像这样平平讲话很难让听者去吸收你想要讲的内容。那相反的，我如果这样讲
Hi, my name is Claire, and I studied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I majored in graphic design. 就会显得比较有精神一点，除了抑扬顿挫之外，还可以有一些节奏上的分配，不要每一个单字念的速度都一样。简单来讲的话，就是讲话要浮夸一点才会比较有趣。好。终于讲完了，以上是我考雅思的准备方式，以及一些我家教会教学生的小撇步，偷偷推销一下自己，我还是有在接英文家教的。如果在新竹的朋友有兴趣找我上英文课、雅思课，或者说线上或线下的口说练习的话，欢迎你们 email 我。那这次的影片就先这样咯，如果你们还有问题的话，欢迎留言告诉我。记得按赞跟订阅，然后分享给你要准备考雅思或者想加强英文的朋友。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